现货发售再说回配列，右下角是一个下沉的方向键，加上稍微右移的3个功能区按键，而下方的一片区域看起来就和左边的边框不太对称，在视觉上会有那么一点不平衡。键盘的外观上大量使用了转角设计，从侧边框到组件区的接入位置，倒角由小变大，可以带来一个更舒适的进入角度，并且可以看到下边框为了迎合上面框，同样也是有做一定的变化。在中间一层留出了一条凹槽，右下角的空白位置就是 CreableKits 工作室的名称。整体的键盘设计还是非常有层次感的。至于键盘的电泳涂层方面，这一次奶油白色纹是偏红色，并且涂层表面对光线有比较强的反射，搭配黑色的键帽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黑白撞色设计，算是一个稳妥不会出错的选择。背面是一块黄铜配重，右下角做了一点切割，塞入了一块白色的荧光板。07意味着这把键盘是工作室的第7款作品，并且在键盘通电之后会有一个 RGB 的效果，但是荧光板部分并没有和名牌齐平。个人觉得对键盘背部的一体感其实是有一点破坏的，并且名牌部分的亮面处理在 VG 镜头下可以看到一点类似于气泡一样的瑕疵，这一点我也向作者反映了，希望大伙可以改进。内胆部分是不开槽的 PC 定 Gasky 结构，触底脆爽，手感偏硬。大件方面同样采用了加德龙提供的 PCB 卫星轴，调起来的话肯定会相对的比较麻烦，但好在出厂做的就非常不错，到手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调整。PCB 的右上方集成了滚轮的编码器，通过2个纤维环固定在底壳上，算是一个简单粗暴但效果还不错的滚轮方案了。底部还有轴座棉和底面的填充，同样是破窿材质。铝合金隔板的下方是为后面双模板预留的电池仓位，充电小板通过螺丝固定在底壳上，整体的内部设计简洁，没有发现明显的瑕疵。这一点对于900价位的套件来说算是非常不错了，并且这套内胆对于目前动不动单键开槽 PCB 的套件来说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就我这一款成品键盘来说，加德龙的小浣熊轴我是第一次上手体验。从之前的2代 G 轴开始我就对加德龙的长刃说实话是比较失望的，老给人一种油不要钱的感觉。但这一次的小浣熊轴让我有了一定的改观，润滑做的恰到好处，并且非常弹手，加长轴心，触底声音清脆，是一款和套件相性非常好的轴体。至于这套菜代工的2色键帽，表面支付平整，这也是2色工艺的一个优势，但在空格上的消光处理做的和主键区有一定的差别。细看的话，对光线的反射是没有主键区这么强的，可能相机拍不太出来，但是从正面仔细看的话是确实存在这个现象的。至于这300块钱值不值得价，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轴体或者键帽选配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也为自己节省了安装的时间。总结一下这款 Lumiki 75单看套件的话可以说是非常超值了，无论是从设计还是品控来说，已经超越了一部分的千元级套件，并且走淘宝现货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这2点就已经是剑圈开团的一股清流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工作室的诚意，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我这里有2点，一个是送车的样品上下盖会有一定的色差，上盖看起来偏红，下盖的话偏绿，底部的黄铜配重电泳涂层还是有一点点的瑕疵如果大货把这些细节方面做好了，那这绝对是千元级以下非常值得购买的一把套件。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